被告雷鲁军作为医生，应该有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但是他蓄意杀人，手段卑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起诉犯罪嫌疑人雷鲁军，请法庭从重从快，严惩犯罪分子，以明法纪。下面进行法庭调查。对于法庭起诉我蓄意杀人，我承认。但是我杀死葛建斌，是因为他是一个极为疯狂的、有着极高智慧的骚扰者。我们要求被告李鲁军向法庭提供证据或者证人，以证明他和他的家人被被害骚扰。他一直喜欢我的妻子于萍萍，据他说，他写了20年的所谓的爱情日记。法官，我们在预审阶段，被告李汝军就提出这个所谓的20年的爱情日记。可是我们到了葛建斌家里进行了取证，没有发现任何葛建斌写的爱情日记。对被告提出的爱情日记这一点，由于找不到物证，本庭不能认为是葛建斌骚扰的证据。葛建斌对我说了好多次，是我把他这种疯狂的行为告诉我丈夫的。被告亲属，请遵守法庭纪律，如有再犯，将根据法庭纪律剥夺你证人和旁听的权利。被告李如军，你现在可以继续陈述。还有，他在他的别墅里雕塑了14个不同时期的于萍萍的雕像，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公诉人请讲。就这点，我们必须向法庭说明，我们到过别墅去取证，没有发现被告说的塑像，而且即便是葛建斌塑了14个于萍萍不同时期的雕像，也不能构成葛建斌的骚扰。也就是说，被告雷鲁军用雕像举证葛建斌的骚扰，不能成立。我为什么要杀死葛建斌这个恶人？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网络上起了一个叫芙蓉妹妹的名字来和我儿子李小军进行交流，直接诱导了我儿子。对这种高智商的骚扰者，我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采取了极端的手段。第一，我们先说这个芙蓉妹妹，我们在进行取证的时候，没有发现葛建斌电脑里有芙蓉妹妹的内容。被告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法律是靠证据来说话的。我们怀疑葛建斌在他死之前已经销毁了他骚扰于萍萍的大量证据，包括他电脑硬盘上一切不利于他自己的证据。我提醒法庭，葛建斌是个律师，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所以我请求法庭运用更多的手段来调查葛建斌骚扰李如军和于萍萍的全家，进行全方位的骚扰和纠缠。我这里必须打断被告辩护人的话，对于葛建斌这种骚扰者的执法，不是由你李鲁军这个自然人来执行的，应该是由司法机关来执行。至于葛建斌是否骚扰和纠缠于萍萍，我们认为这与本案无关，因为我们起诉的是李鲁军故意杀人案。我作为被葛建斌骚扰了好几个月的当事人，来向法庭证明我丈夫杀葛建斌的动机。葛建斌表面上对我很好，他告诉我他爱了我20年，我拒绝了他，他就一直在寻找机会。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就用这件事情来威胁我。请证人在法庭上讲清楚，葛建斌到底利用什么事情来威胁你了？我想这件事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前段时间媒体炒作得很厉害，由于关系到我跟我丈夫个人隐私的问题，我在这里就简单的把它称作交换。自从交换的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葛建斌不知道用什么手段拿到了我们交换的录像带，他要我去他那儿。当时我无从选择，无路可退。我为了我的家庭，为了保护我的儿子不受到伤害，我去了。我决定用我自己换回他手中的证据。在最后关头，我拒绝了葛建斌，因为我想起了我的丈夫，想起了我的孩子。我突然间醒悟了，于是葛建斌就开始殴打我，把我绑在他别墅屋里的那一堆我的塑像里。正当葛建斌想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时候，我丈夫赶到了。我丈夫救了我。当我丈夫跟葛建斌搏斗的时候，我趁机拿走了交换的录像带。这2盒录像带就是我从葛建斌那里拿回来的。虽能够作证你说的这一切，没有第3人可以证明，只有你的丈夫，被告李汝君可以证明吗？葛建斌确实是一个卑鄙之极、可恶之极的骚扰者。你说他骚扰，有没有证据？这几盘录像带，你说是从他那里拿来的，可没有第3人可以证明啊。这几盘录像带，你完全可以从其他的什么地方拿过来的。有没有录音带？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证据，比如说信件或者是手机的信息啊，也可以作为证据。在法庭上，我们历来强调的是重证据而不轻信任口供，而且骚扰这件事情本身与此案无关。我抗议公诉人的这种说法。每个犯罪嫌疑人杀人都有他的作案动机，我的委托人为什么要杀人呢？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我的委托人每年要做上百例手术，他怎么不杀别的病人，而偏偏要杀这个葛建斌呢？所以，我建议法庭必须要弄清楚我的委托人的杀人的动机。同意被告辩护人的抗议。本庭认为，被告李如君的杀人动机是判定本案性质的最重要的根据之一。我们希望被告一方能够提供充分确切的事实证据，来证明葛建斌对于萍萍一家人进行了骚扰。如果被告一方不能证明葛建斌骚扰，如果证据不足的话，本庭将依法宣判。好，现在休庭。照法庭的说法，如果我们不能举证葛建斌的骚扰，我丈夫就可能被判死刑。很有可能，作为一个职业的医生，利用工作职务上的便利制造事故、延误治疗，这是非常恶劣的。这么说，汝君真的可能被判死刑？真的是我害了他。我们得想办法，我们一定能够找到葛建斌骚扰你的证据。葛建斌确实很高明，他没有留下任何的证据。当时我就对主君说，不能低估了这个葛建斌，他有智慧，他懂法律，他可以用法律置于我们于死地。现在的结果正像葛建斌所期望的那样，我们没有法律意识，谁会想到跟他吃饭、跟他见面都要带录像机或者是录音机什么的？
老公可以闭上眼睛了。什么老公啊？他不是我老公。你就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你看看这报纸上说，你老公被李如君蓄意谋杀，这次李如君可能会被判处死刑。你怎么了？难受了吧？为你死去的老公？不是，我为李如君难受。于萍萍老是说葛天斌骚扰她，但是没有任何骚扰证据。你看报纸上分析的多好，葛建斌骚扰李如君一家，没有第三人可以证明，所以法庭完全不采纳被告和证人的陈述。被告人李如君以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现判处被告人李如君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请遵守法庭纪律。如被告人不服本庭判决，可以在接到此判决后10日内上诉。各位观众，这里是东海电视台档案聚焦栏目，这是我在现场发来的热线报道。各位听众，我们已经得到了法院的一审判决，在我们东海引起轰动的著名脑外科医生杀人案的被告李如君，今天被法院判处了死刑，缓期执行。通过这个案子，我们看到了重大的道德问题。这样的悲剧简直令人扼腕，令人叹息。作为主持人的我和当事人被告都是很好的朋友，我深深地为李如君一案的出现感到惋惜。可是，在惋惜之余，这个案子给了我们哪些道德上的启示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不遵守社会的道德，不遵守社会的成规，就有可能带来某种悲剧。我们且不谈葛建斌的骚扰，但是如果我们遵守了社会道德的规范，那么那些骚扰者就没有可乘之机。过去的一句老话说得好，篱笆扎牢了，就不怕狗进入。李如君可是个好人呐，他为我开过刀啊。法庭是考虑证据的，不考虑平时的表现。平时是英雄杀了人，照样得偿命，这就是法律。走回家吧。死刑，缓期2年执行，太重了。这下你高兴了？我不高兴，我难受。李如君是个好人，好医生。可是你要当院长了呀。那我也不高兴。那你在想什么？我是个旁证啊。你怎么是个旁证呢？有件事情一直放在我的心里，我没说出来。什么事儿？葛建斌曾经找过我，让我看录像带，要我把这些东西拿到我们院里或者到网上去散布。我拒绝了，我把他骂了一顿。但是这些东西涉及到你，我就没有说出来。这么重要的证据，你为什么不拿到法庭上去帮李如君呢？我不是想到我当院长的事情吗？飞宇，良心比当院长更加重要。我们东海第一医院院长人选已经揭晓。尽管我们医院
过去发生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们医院要从政，其可鼓而不可泄。我希望在新任院长的领导下，我们医院一定要走出困境。邢飞宇同志，我们做医生的不仅仅是给人看病，更重要的是要医好自己的心灵。一个医生心灵干净不干净，这比技术是更重要的。血压正常，心跳正常，进食怎么样？院长，还是流食和输液为主。我们要好好照顾这个病人，直到有一天他醒过来。这是一个著名脑外科医生的留言，我记得很清楚。我建议啊，我们医院为这个见义勇为的植物人成立个基金会。我们要把救死扶伤是医生的神圣职责作为我们东海第一医院的企业精神来宣传，一定要落实到每个医生和每个护士身上，啊！这样吧，你马上去办去。知道了，院长，我们马上落实这件事儿。好，我们要把这个植物人的见义勇为的精神，当着我们医院的第一活教材来宣传，来树立我们医院的新时期的医生的新使命。这都是当年李汝君提倡的。他是对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光大他的这种精神。李汝君的2审马上就要开始了，你有什么想法？现在已经进入法律程序了，我们医院确实无能为力了。李汝君确实是个非常优秀的医生，在那种非常的场合里，在承受了葛建斌那么多的阴谋和侮辱的非常时刻，换了我也会杀了他的。每个男人都会为自己的家庭自卫的。在这场阴谋里，我们荡涤了自己的灵魂，使我认清了医生的职责，生命是第一的。我曾经听你们老院长说过这么一句话：作为一名医生，首先要医治自己的灵魂。飞宇，你觉得你的心灵还有哪不干净的地方吗？你想想，李小军还在受罪，于萍萍正在承受着痛苦，李汝君将被判处死缓。飞宇，你应该出庭作证。
李如君故意杀人案现在开庭。李如君的辩护人，你现在可以发言。在今天早上开庭之前，我作为被告李如君的辩护律师，得到了一位证人的请求，要求来法庭举证。现在我正式要求向法庭提供新的证人，这个证人能够证明葛建斌很早就对于萍萍一家人进行了无耻的骚扰，确切的说，是全方位的。同意被告辩护人的请求，传证人。证人，你的姓名？乔芳芳。工作单位？金石腾印社。你和被告李如君是什么关系？我们不认识。那你怎么证明葛建斌对于萍萍一家人进行了骚扰呢？我是葛建斌曾经的女朋友，我们同居的时间是4个月。注意法庭纪律。证人，你说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葛建斌对于萍萍一家人进行了骚扰？我亲眼看到过葛建斌写过所谓的爱情日记，但是在于萍萍和李如君揍了他一顿之后，葛建斌就把所谓的爱情日记给烧毁了。这是我从他没有完全烧毁的日记中抢出了几页。我最想说的，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是，葛建斌对于萍萍的骚扰是触目惊心的，而且也是蓄谋已久的。大家都知道葛建斌为于萍萍打的骚扰案件的当事人花沈南吧？抗议，花沈南与此案无关。公诉人抗议无效，请证人乔芳芳继续作证。花沈南其实是葛建斌收买了的假骚扰者。安静，请证人乔芳芳继续作证。正是因为葛建斌收买了花沈南，他给了花沈南钱，花沈南才开始骚扰于萍萍的。也就是在这个危难之中，葛建斌他英雄救美般的站了出来。就在他死的前1个星期，我还亲眼看到他给花沈南了5万块钱。这不假呀吗？还有价值？这假啊！安静，注意法庭纪律。证人乔芳芳，你既然在葛建斌死之前已经掌握了这些证据，为什么当时不向有关部门报告？葛建斌作为律师，已经制造了假案，他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因为我当时对葛建斌还抱有一丝希望。你知道吗？你这是在包庇和纵容犯罪。立刻拘传花沈南。乔芳芳说的都是事实，我认罪，是葛建斌买通了我去骚扰于萍萍的。葛建斌对我说，
你骚扰的越过激，我的形象越成功，你的钱就会越多。他一共给你多少钱？一共15万，我用来开了一个餐馆。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华沈南，你和葛建斌一起涉嫌制造假案，犯有干扰司法程序罪，有关部门将全力调查你们一起制造的这些干扰司法程序的假案。现在，你必须如实回答，你到底是怎么认识葛建斌的？那是在2年前的一个超市的停车场里，我看见葛建斌的奥迪车里有一台电脑，我想砸碎玻璃把它偷出来。我是给你送派出所去，还是我们私下解决？大哥，家里有老婆有孩子。盗窃罪的刑法，要不要我给你解释一下？放了我吧，我愿意私底下解决。就这样，葛建斌掌握了我。葛建斌开始跟我提出条件，让我去骚扰一个叫于萍萍的女主持人。当时于萍萍没有回国，按葛建斌的意思是让我提早进入骚扰者的角色。这我可干不了，我可从来没有干过骚扰人的事。你要是不干，我就给你送派出所去。刚才你说他从国外还没有回来呢，你自己先在家练着。我告诉你，他一旦回来，我就打电话告诉你，你就马上行动。你骚扰的越厉害，我就越成功。最后，我为那个叫于萍萍的女人打官司，把你送到法庭上。你要是这么做，你可以得到报酬10万块。那我会不会坐牢呢？中国的法律现在还没有骚扰罪，你最多被劳教1年或者是6个月的时间。6个月到1年的时间，你可以得到10万块钱报酬，还不够吗？再加5万，就10万。就这样，按照葛建斌的指示，我开始骚扰东海电台的主持人于萍萍了。后来，他陆续给了我10万块钱，我用来开了一个餐馆，因为我的餐馆需要装修。半个月以前，我又问他要了5万块。把华沈南带下去。我知道，所谓芙蓉妹妹，其实就是葛建斌。葛建斌曾经跟我说过，我没有证据证明她就是芙蓉妹妹，但是他可能没有想到，我下载了他扮作芙蓉妹妹和李小军谈话的部分内容。证人乔芳芳，这里我要问你一下，你和葛建斌既然是男女朋友关系，那么你到法庭来作证的动机是什么？我最初接触葛建斌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成功的、阳光的男人，但是在我和他同居的4个月里，我渐渐发现他是一个卑鄙的纠缠者和无耻的骚扰者。他是一个十分自我甚至异常的男人，我恨他。在葛建斌死后，我曾经想把我知道的这些东西永远的都埋葬在我自己的记忆当中，
但是这段时间，我知道了李如君的官司，我知道他被判了死刑，我的心里挺难平静的。作为一个女人，我亲眼看到了被骚扰的于萍萍，还有她的丈夫李如君，还有他们的孩子李小军，正在承受着痛苦。我想，作为一个有良心的、有良知的人，谁都不会熟视无睹的。所以，我站出来作证，我要证明葛建斌是个犯罪分子。我要证明他对于萍萍的骚扰是蓄谋已久的，是由来已久的。虽然他死了，虽然葛建斌死了，但是我们活着的人，不能因为他所谓的高智商，不能因为他的犯罪行为没有证据，就替他承受苦难。所以我站出来，我要说出真相。被告人李如君因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判处被告人李如君有期徒刑10年。
爸，不再和陌生人跳舞了。各位听众，你们好，这里是东海电台道德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杨春雨。很高兴您能够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这期谈话类节目。本期节目将要和您讨论的话题仍然是关于换妻的问题。换妻是一种不道德的社会现象，它突破了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特别是从李如君一案，我们看到了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引起的家庭和社会的不稳定。换妻这种家庭行为，它对社会的杀伤力是大大的高于了一夜情和婚外情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我们讨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这种不道德的社会现象得到社会的唾弃。甚至我们呼吁能够有一部严禁这种不道德行为的法律。只有有一部反换妻法的存在，我们才能够保证我们家庭的稳定，才能提高我们社会的道德水平，才能促进我们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小姐，帮我打一下文件，我的办公室的打印机坏了。你是律师啊？我是律师。替别人打官司？是啊，是一桩骚扰官司。有一个骚扰者给一个女孩子发了上百条短信，现在人家女孩子起诉了对方。怎么，你们不接活吗？接啊。被打破，颅内严重积血，需要马上送东海第一院脑外科抢救。来得及吗？离市里40多公里，路上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我们医院做不了这严重的手术啊！指挥员，东海脑外科第一把刀李如君正在我们监狱服刑。时间就是生命，让李如君就地做手术。李大夫，能不能抢救过来？我会尽全力的。开刀。清理伤口修。
料给你拿来了。